你可以不信命，但不能不信因果。多少老朋友活到一把年纪，心里都揣着天大的委屈，一辈子本本分分，没害过人，没造过孽，怎么到老了，日子反倒越过越难？想来想去想不通，只怪老天爷不开眼，怪自己命不好。在这里我要反问你们一句，你以为只要身体不去作恶，就算是个好人，就能安安稳稳地享清福了吗？诸位要晓得，这是咱们普通人常犯的一个极大误区。在佛法的智慧里，佛法讲人有身口意三业，什么意思呢？身业就是你身体做出来的动作，比如你去打人，去偷东西；意业就是你心里起的念头，比如你心里恨一个人，想算计他。你看啊，身业要想做成，你是需要花力气，需要花时间的。意业虽然在心里翻江倒海，但只要你还没行动，它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还要等时间，等缘分才能发芽结果。而这里面最可怕，发作最快，也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那个口业。口业是什么？就是咱们这张嘴。你要晓得，嘴巴是业力的门户，你心里有个念头，身体还没动，只要舌头一卷，上下嘴唇一碰，声音发出去了，这就叫一语成诰，根本不需要什么准备时间。一句伤人的话，一句刻薄的嘲讽，瞬间就能把你周围的业力之风给刮起来。老祖宗常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句劝人小心的俗话，我跟你讲，这不是俗话，这是宇宙间最核心的因果规律。言语它从来不是轻飘飘的一口风，它是一种带着重量、带着磁场的能量载体。你每一次张口说话，都是在向外发射你的能量。很多人这辈子确实没犯过什么大错，但是这张嘴啊，太碎、太毒、太没有敬畏心，在饭桌上数落儿女，在小区里议论邻居，甚至对人家遭受的苦难指指点点。你以为自己只是随口一说，或者拿我这人说话直，我没有坏心眼来原谅自己。可是因果规律是不听你这些借口的。佛门里有一句话叫做口业之罪，现世报最快。一听到现世报这三个字，很多老一辈人心里会咯噔一下，觉得这词儿挺可怕的，好像老天爷随时准备劈你一道雷。其实诸位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现世报绝对不是迷信，也不是什么玄虚的惩罚。你想想看，如果你对着一面结实的钢板用力扔出去一把飞刀，结果会怎样？飞刀根本扎不透钢板，只会立刻反弹回来，狠狠地扎进你自己的身体里。现世报就是这么回事。宇宙之间有一套极其精密的平衡规律，你用嘴巴发射出去的恶毒能量，打破了这个平衡规律，就会立刻反弹，马上回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这就叫现世报，来得又狠又快，根本不需要等到下辈子再来跟你算账。在千年的修行传承里，佛门早就总结出了4句绝对不能碰的禁语。这4句话堪称破坏福报的4大杀器，只要你顺嘴吐出了这4句话里的任何一句，就等于亲手按下了灾祸的开关，你的福缘就会悄悄漏光，顺遂的人生也会立刻陷入困境。这4句话不是吓唬人的传说，而是被无数前人的血泪教训验证过的死门。可惜的是，现代人往往把它们当成寻常的闲聊谈资，每天在饭局上，在微信群里，在家长里短中无数次的轻易触碰这些底线。等到家里出了事，钱财破了，
身体垮了，再去烧香拜佛，哪里还来得及？那么到底是哪4句看似寻常却极其致命的话，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把你晚年的福气给消耗干净的呢？我们先来看第1句，万万不能碰的底线。这句话很多老一辈人在饭桌上，在小区凉亭里闲聊时最容易犯，叫做妄论他人因果。什么是妄论因果？通俗点讲，就是你凭着自己的一点偏见去看别人的倒霉事，或者去评价别人的命运，随口就下定论，哎呀，他生这个重病肯定是他早年干了缺德事，遭报应了，或者这家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命里带衰，活该。很多人觉得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看透了人生，我这是在惩恶扬善。我跟你讲，这根本不叫看透，这叫极度的无知和极端的傲慢。你想想看，佛法里讲因缘果报，那是一张极其复杂的网，牵扯到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的因缘。咱们普通人都是肉眼凡胎，你连明天早上下不下雨都看不准，你怎么可能看得透别人几辈子积累下来的复杂因缘？你去妄断别人的苦难，本质上就是你的心里缺乏了最基本的同情和敬畏。当你带着傲慢去指点别人的命运时，你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主动沾染上了那个糟糕的业力磁场。有一位60多岁的老父亲，咱们叫他老刘。老刘这辈子在单位里一直是个小职员，没做成什么大事业。他平时也没别的爱好，就特别痴迷看一些断章取义的算命和看相的书，觉得自己半路出家已经是一双能看透因果的慧眼了。前几年老刘的女儿谈了个对象，把小伙子带回家吃顿便饭。这小伙子是从农村的，家里条件确实不好，但人踏实肯干，在公司里业务能力也很强，对女儿更是没话说。可是老刘一顿饭吃下来，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凭着自己看的那2本半吊子风水书，越看这小伙子越不顺眼。借着几杯酒下肚，老刘在饭桌上当场发难。他指着小伙子的鼻子刻薄地说，你看你这个面相，颧骨无肉，眉毛杂乱，生下来就是带着穷酸的恶业。我家祖上的风水好，我女儿要是跟了你，那就是替你背因果，绝对要遭现世报的。你赶紧走，别把晦气带进我家。这话多毒啊！小伙子是个要脸面的人，被长辈当着面这样羞辱，放下筷子，红着眼圈就走了。女儿在家里哭得撕心裂肺，老刘非但没有半点愧疚，反而到处跟亲戚朋友炫耀，说自己长了一双慧眼，凭着看因果的本事拦住了女儿命里的业障。没过大半年，老刘亲自出马，托人给女儿介绍了一个阔少爷。老刘说，这少爷面相好，天庭饱满，一看就是祖上积德，命带富贵的因果。不管女儿怎么反抗，死活逼着女儿跟人家结了婚。老刘在婚礼上喝得红光满面，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掌控全家命运的风水大师。可是打脸的现世报来得有多快呢？就在女儿新婚不到3个月的一个下午，老刘正躺在阳台上喝茶，自鸣得意。突然家里的防盗门被人砸得震天响，几个凶神恶煞的讨债人冲了进来。原来那个被老刘看作命带富贵因果的阔少爷是个隐藏极深的赌徒，不仅在外头欠了高利贷，还卷了家里的钱跑路了。讨债的找不到人，直接赌到了老丈人家里。为了平息眼前的威胁，老刘哆嗦着手
把自己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金全拿了出来，连那张按月领退休金的银行卡都被迫抵押了出去。更凄惨的是，他的女儿经历了这场荒唐的婚姻，女儿带着满身的债务和深深的绝望离了婚。他搬走的那天，站在门口冷冷地对老刘说：您不是会看因果吗？您不是懂风水吗？我这一辈子的幸福都被您这张刻薄的嘴给毁了，以后咱们就当没这缘分吧。从那以后，女儿去了外地打工还债，逢年过节再也没有回来过。而当年那个被老刘在饭桌上痛骂，带着穷酸恶业的农村小伙子呢，人家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拉起了一支车队，现在已经是一家中型物流公司的老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如今的老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每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数着手里仅剩的几块菜钱，回想起当年自己在饭桌上那番嚣张的言论，悔得肠子都青了。可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诸位，你想想看，老刘的悲剧是怎么造成的？你用世俗的偏见和极其有限的经验去妄下定论，把别人的穷苦归结为恶业，把别人的钱财当成福报，这就是佛法里讲的无明。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指点迷津，其实你是在强行扭曲家里的和气，把刻薄的毒药撒在了自家的饭桌上。你用语言去摧毁别人的尊严，宇宙的规律就会在不久的将来让你自己尝遍。孤立无援的苦果，妄论因果，最终必定是自己被因果的乱麻死死缠住，亲手砸烂自己的福碗。所以老朋友们回去以后，再看到别人家遭遇不幸，或者儿女做出了你暂时看不懂的选择，千万要把那句活该报应咽回肚子里，承认我们看不透极深的三世因缘，把你的评判换成敬畏，这是守住福报的第一步。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妄断别人有多可怕。但这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不怎么评判别人，他专门喜欢包装自己，为了贪图那么一点点名利面子，或者为了让别人高看他一眼，他敢把自己吹上天，甚至装神弄鬼，暗示自己有通天的本事。这就要说到佛门里第二句绝对不能碰的禁语，叫做大妄语。什么叫大妄语？诸位要晓得，平时生活里你口袋里只有100块钱，你为了面子跟亲戚吹牛，说自己有1000块，这叫普通的吹牛，这也造口业，但还不至于万劫不复。真正致命的大妄语，佛法里叫做为正言正，就是说你在修行智慧或者对天地规律的认知上，明明是个凡夫俗子，什么都没悟透，却偏偏要在人前装作一副得道高人的样子，逢人就暗示自己懂风水懂算命，甚至吹嘘自己有特异功能，或者说某某大菩萨神仙在梦里点化过自己。为什么要撒这种弥天大谎呢？本质上就是极度的贪婪和虚荣。人一旦贪恋那种被人顶礼膜拜，被人高高捧在上面的感觉，就会丧失理智。你以为只要自己不说漏嘴，就能把所有人骗过去，舒舒服服地享受名利。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是在借着宇宙真理的名义招摇撞骗。这股反弹的业力有多可怕？咱们历史上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是在唐朝武则天掌权的时期，洛阳城里有个在街头卖膏药的小贩，叫冯小宝。这个人长得高大魁梧，又能说会道，靠着逢迎拍马，机缘巧合之下，竟然得到了武则天的宠幸。
后来还被赐名叫薛怀义，一个市井小贩，一夜之间成了能在皇宫里横着走的大红人。按理说，他哪怕只是老老实实的享福，也能过完这辈子。可是薛怀义心里的欲望太大了，他极度渴望那种万人之上能够翻云覆雨的权利，同时他心里又充满了恐惧。他太清楚自己是个什么底细了，他怕哪天老皇帝一高兴又宠幸了别人，他这个没真本事的假把式瞬间就会被打回原形，重新变成街头的烂泥。为了时时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薛怀义走上了一条彻底疯狂的大妄语之路。他怎么干的呢？他穿上极其华贵的紫袈裟，剃了光头，摇身一变，把自己包装成了佛门里的神僧。不仅如此，为了讨好武则天当女皇，他竟然丧心病狂地召集了一批人，伪造了一部经书，向天下人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下凡来做皇帝的。那他自己呢？他更是毫不脸红地对外暗示自己也是大德菩萨的化身，是专门下凡来辅佐皇帝的。这可是彻头彻尾的大妄语啊！他把清净无畏的佛法大道当成了自己捞取好处、满足虚荣心的工具。那一阵子，薛怀义风光到了极点，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连朝廷里那些读了一辈子书的宰相大将军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谎言越吹越大，薛怀义也彻底迷失在自己编造的神仙光环里了。他变得狂妄至极，平时出门他总是骑着高头大马，在洛阳城里横冲直撞，街上的老百姓躲闪不及，被马踩死踩伤的数不胜数。如果有朝廷官员敢站出来指责他，他直接指使手下的小流氓，把当朝大员打得头破血流。他真以为自己是菩萨附体了，以为靠着这层骗人的外衣就永远没人敢动他。可是宇宙的因果规律会由着他胡来吗？你伪造境界来窃取福报，就等于是在悬崖边上透支高利贷，利息一到，立刻就要连本带利的收回去。没过几年，武则天看透了他那副仗势欺人的流氓嘴脸，渐渐厌倦了他，不再见他了。薛怀义这下慌了，他发现自己身上那个神圣的光环失灵了。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个正月15的夜晚，薛怀义发现自己彻底失宠，但他不仅没有半点忏悔，反而被极度的嫉妒和虚荣逼得精神失控了。他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的尊严受了极大的侮辱，一怒之下竟然趁着夜色一把火点燃了耗资无数、宏伟无比的明堂。那是当时洛阳城里最高最华丽的建筑，大火冲天而起，把整个洛阳城的夜空照得血红，无数的金银财宝和心血在火海中化为灰烬。薛怀义站在火光里狂妄地大笑，他以为自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展示了这种毁灭的力量，就能把所有人都吓住，重新换回他的权势。他错了，这把火不仅烧掉了明堂，更是彻底烧断了他自己仅存的最后一丝福报。大半个月后，皇宫里下了一道密令，薛怀义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往宫里走，以为自己还能耍威风。刚走到半路，突然冲出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将他团团围住。这个天天吹嘘自己是菩萨下凡，拥有神通法力的大国师，在乱棍面前竟然连一个法术都使不出来。他死后，尸体直接被拖到了白马寺的空地上，一把火烧成了灰烬，最后被人合在烂泥里
用来充当建塔的泥灰，一代狂徒靠着撒大谎骗取了滔天的富贵，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被烂泥裹挟的凄惨下场。诸位老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也许会说，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谁敢去伪造经书，冒充菩萨啊？这离咱们太远了吧？我跟你讲，大妄语的种子其实就在我们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换了一身衣服而已。你仔细回想一下，咱们身边的亲戚聚会、老友饭局上，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人，为了显得自己混得好、有能耐，总是喜欢神神秘秘的压低声音，说我认识某某大人物，那是我铁哥们儿，有什么事我一句话就能摆平。更有甚者，稍微学了点养生的皮毛，就敢指导别人停药，说自己有秘方能治百病。这算不算大妄语？这全都是你为了在饭桌上赚足面子，为了让别人高看你一眼，用这种虚假的头衔、虚构的能力去包装自己，别人信了你的话，把事情托付给你，最后事情办砸了，钱赔进去了，甚至耽误了病情，这个因果算谁的，全都得记在你的头上。用谎言吹起来的虚荣，就像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肥皂泡，看着再漂亮，总有戳破的一天。当你借用天地规律，甚至借用大人物的名头去给自己贴金的时候，你身上原有的那点福报就会像漏水的池子一样哗哗的流干。等到谎言被无情拆穿的那一天，你失去的不仅是面子，更是你在亲友中间立足的信誉，甚至会让整个家庭的运势一落千丈。千万记住，没那个境界，就老老实实做个凡人，宁可被人看清，也绝不要去贪图那些不属于你的虚假光环。前面这两句禁语，一句是妄断别人，一句是吹嘘自己，但在咱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有一种口业，比前面这两者更隐蔽，也更容易被人当成是真性情。有这样一种人，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但他有个极其古怪的毛病，他见不得别人行善，也看不得别人修行。只要看见有人在做好事，或者听说谁在清心寡欲的修身养性，他心里就极其不舒服，非要用语言去冷嘲热讽，挑出点毛病来才痛快。这就是佛门里第三句绝对不能碰的禁语，叫做说示众过错，就是去挑剔、攻击、诋毁那些真正行善积德或者走在正道上的人。人家捐了点钱，他说人家是为了出风头作秀，人家去放生，他说人家是破坏生态平衡，人家学佛打坐想修个清净心，他嘲笑人家是装模作样逃避现实。很多人犯这个口业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在拆穿伪善，是在当人间清醒。我跟你讲，你千万别骗自己了，佛法早就把这种心理看透了。这种挑剔本质上是源自于极度的我慢，也就是傲慢掩盖下的极度自卑。你想想看，为什么你看到别人行善，心里会觉得刺痛？因为别人的高尚造出了你的无能和自私，你做不到那么无私，所以你就必须把那个做好事的人拉下水，把他的发心抹黑，这样你心里那个小小的自我才能觉得平衡。可是诸位老朋友，你们要晓得，一群人发善心做好事，那是在人间凝聚起一股极其珍贵的和合之气，这是一个保护大家的善意磁场。你用刻薄的嘴去泼冷水，去挑剔，等于是在摧毁众生向善的根基。
你这口业一照，宇宙的规律立刻就会起作用。你断别人的善缘，规律就切断你逢凶化吉的后路。这种现世报一旦落下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你在晚年陷入绝对的孤立无援。我以前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个老汉硬生生凭着自己一张刻薄的嘴，把晚年的活路给做没了。这个老汉咱们叫他老王。老王这辈子没结过婚，年轻时游手好闲，老了以后只能靠着微薄的补贴过日子。老王这人心底里其实自卑到了极点，他特别害怕别人用那种可怜施舍的眼神看他。为了掩饰这种自卑，他平时在街坊邻居面前就总是装出一副愤世嫉俗、看透一切的刺头模样。前些年到了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他们那个片区有个民间的善堂，是由几个老板出资，一群离退休的老阿姨做义工，每天傍晚在街角免费给大家派发热粥和馒头。很多孤寡老人和流浪汉都去领，老王也是天天去，一天都没落下过。可是他有个极其折损福报的做派，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每次排队领完热粥，从来不说一句谢谢，反而非要站在粥棚门口，端着碗大声的咒骂。他用手里的筷子敲着碗边，冲着排队的人喊：你们吃吧，这粥熬得跟水一样，这馒头还是酸的。你们以为这些大老板真有这么好心？还不就是为了自己洗钱抵税，拿咱们这些穷人作秀。有几次粥棚里的义工老阿姨听不下去了，好声好气地劝他：老大哥，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就别勉强，大家大冷天地熬粥也不容易，你少说两句行不行？老王一听，觉得自己的面子被挑战了，为了在众人面前彰显自己刚正不阿、绝不受人恩惠的臭脾气，他竟然把手里的半碗滚烫的热粥直接泼在了那位老阿姨的脚面上，还指着人家的鼻子骂：少在我面前装活菩萨，你们这些人的心肠全都是黑的。周围的人都气坏了，但看他是个蛮不讲理的光棍老头，谁也不愿意搭理他。老王还得寸进尺，回了小区逢人便说：那善堂里的人都不是好东西。久而久之，街坊邻居看到他都像躲瘟神一样，原本几个还会给他送点旧衣服的邻居也彻底寒了心，再也不跟他来往了。老王觉得自己骂赢了，觉得自己活得比谁都明白。可是规律的清算从来都是不声不响的。第二年冬天下了一场极其罕见的暴雪，一天深夜，老王那间破屋子的水管因为老化彻底冻裂了，冰冷的水喷涌而出，没多久就把他睡觉的破被褥全淹了。外头的气温是零下10几度，老王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实在没办法，只能连滚带爬地跑出屋子，去敲邻居家的门，想借宿一宿。他敲了7、8家，明明屋里有灯光，可是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谁敢把一个随时会恩将仇报的刺头放进家里？老王冻得发起了高烧，脑子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傍晚，他跌跌撞撞地走在雪地里，肚子里饿得像刀绞一样。他本能地顺着老路走到了那个街角的粥棚，指望能喝上一口热腾腾的米粥保命。可是当他走到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空荡荡的雪地。旁边店铺的老板告诉他，今年经济不景气，那几个捐钱的老板资金链断了，善堂前天就已经永久关闭了。
老王听完，双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在了雪地里，又冷又饿的绝望，像一双冰冷的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冻死在街头的时候，风雪里走过来一个打着伞的人影。那个人停在老王面前，从怀里掏出2个用塑料袋包着的，虽然已经冷透，但还干干净净的馒头，轻轻放在了老王的怀里。老王抬起浑浊的眼睛一看，竟然是去年被他泼了一脚热粥的那个义工老阿姨。老阿姨什么也没说，叹了口气，转身走进了风雪里。老王双手捧着那2个冷馒头，回想起自己这1年里在粥棚门前那嚣张跋扈、刻薄咒骂的嘴脸，眼泪混着鼻涕流了满脸。他突然扬起干枯的手掌，冲着自己的老脸狠狠地扇了自己2个响亮的嘴巴。诸位，你们看明白了吗？你以为你挑剔的是别人，其实你骂走的是自己晚年最后的一点生机。见人行善不生欢喜，反而去诋毁挑剔，这就是在你的磁场里种满了恶毒的荆棘。当你把有限的精力都花在指着好人的过错上时，你其实已经把世间所有愿意拉你一把的善缘通通给切断了。等到你人生的寒冬真正降临，你把求救的手伸出去，抓到的也注定全都是你自己亲手种下的带血的荆棘。这就是说世众过错带来的现世报，它让你在困境中无人问津。但是前面这3句禁语虽然损福折寿，总归还是在人与人的层面。打转佛门里还有最后一句禁语，也是口业里最重、报应最惨烈的一条底线。这句话一旦说出口，它砍断的不仅是人间的人际关系，而是直接砍断了你生命中最根本的救生索。这第4句禁语叫做诽谤三宝。有些老朋友可能不太懂什么叫三宝。在佛法里，三宝代表着宇宙间最究竟的觉悟，最根本的因果规律，以及传承这些大智慧的古圣先贤。很多人觉得诽谤三宝离自己很远，我跟你讲，在咱们现实生活里，这种口业往往披着一件叫做聪明的外衣，表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或者是小聪明的张狂。你仔细想想，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读了几天书，在社会上赚了点小钱，就觉得自己的世俗智慧能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天道因果全都踩在脚下，为了在饭桌上抖机灵，或者为了在众人面前显得自己思想前卫，特立独行。他故意拿信仰开玩笑，把别人对天地规律的敬畏嘲笑成是愚昧无知，把老祖宗讲的善恶报应贬低的一文不值。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没什么大不了。可是诸位要晓得，宇宙的规律是极其严密的，你拿觉悟的大道当笑料，这就等于你亲手把保护自己灵魂的底座给抽干了。在晚唐时期，有一位大才子叫皮日休，只要稍微读过点唐诗的人，多半都听过他的名字。皮日休这个人脑子绝顶聪明，满腹经纶，可是他心里有个极大的欲望，他极度渴望在文人圈子里被人捧上天，最怕别人觉得他的文章平庸，不够惊世骇俗。为了博取眼球，他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一回，皮日休去一座非常著名的古寺游玩，寺庙里钟声悠扬，佛像庄严，连普通的老百姓走进去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敬畏之心，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可是皮日休呢，他背着手走进去，看着那些虔诚礼拜的人，
心里升起了一股极大的傲慢。他觉得这些人都太愚昧了，只有我这样的大才子才是天下最清醒的。为了显示自己的文采和桀骜不驯，他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让人拿来笔墨，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极尽嘲讽的诗。他在诗里把代表着无上智慧和清净的佛像用极其刻薄的字眼贬低成了毫无用处的泥瓦木头。他把世人对因果大道的信仰当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料。写完之后，他哈哈大笑，拂袖而去，跟着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也跟着起哄叫好，夸他真是有胆识有才华。皮日休为了这片刻的虚荣和喝彩，毫不犹豫地赌上了自己对宇宙大道最后的一点敬畏心。靠着这张犀利刻薄的嘴和这支笔，皮日休确实在文坛上混出了不小的名气。他自以为凭着聪明才智就可以在这个世上永远横着走，可是因果的算盘从来不是按凡人的小聪明来拨弄的。没过几年，天下大乱，黄巢起义的军队像狂风一样席卷了这片土地，战火烧到了皮日休的面前。这位平时傲慢至极的大才子面对明晃晃的刀枪，瞬间吓破了胆。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他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叛军首领黄巢。他以为自己只要继续发挥耍笔杆子的特长，用一套套华丽的辞藻去讨好新组织，就依然能吃香的喝辣的。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一份重要的诏书上。有一天，黄巢要称帝，让皮日休起草一份宣告天下的登基诏书。皮日休绞尽脑汁，引经据典，写出了一篇他自认为是绝妙好词的文章。他满心欢喜地把诏书呈上去，甚至已经在脑子里幻想黄巢看了之后会赏赐他多少黄金和布匹。可是黄巢是个什么人？他是个出身底层，生性极其多疑且残暴的乱世魔王。黄巢把诏书拿过来一看，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原来皮日休为了卖弄文采，在诏书里用了一些极其生僻复杂的典故和字眼。黄巢读着读着，突然觉得这些字眼里似乎暗藏着对他个人出身和相貌的讥讽。不管皮日休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但因果的反弹就在这一刻爆发了。当年皮日休用刻薄的文字去诽谤清净的三宝，去暗讽天地间最根本的智慧，今天他自以为绝妙的文字就被多疑的恶魔看成了恶毒的诅咒。黄巢勃然大怒，直接把诏书砸在皮日休的脸上，拍案而起，怒吼道：你这个自作聪明的酸腐文人，竟敢在文字里暗算我！随即下令把皮日休拖出去，立刻处死。那一刻，皮日休彻底崩溃了。这位曾经在寺庙里指点江山，把神佛当成笑话的大才子，吓得双腿发软，跪在地上像烂泥一样，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地拼命解释求饶。他丧失了所有的尊严，丑态百出。可是那把因果的屠刀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在极度的惊恐和屈辱中，皮日休被叛军无情地斩杀。更凄凉的是，他死后连个敢出来给他收尸的亲人朋友都没有。他一生玩弄言语，诽谤大道，最终言语的飞刀在虚空中转了一个大圈，精准地扎穿了他自己的喉咙。你想想看，为什么诽谤三宝的现世报这么重？因为三宝是暗夜里的明灯。你心里再多烦恼，只要对真理和因果还有一丝敬畏，
你的生命就有退路，老天爷就有办法救你。可是当你因为极度的傲慢去嘲讽因果，砸碎明灯的时候，你就等于自己关上了所有的逃生通道。等到灾难的黑夜真的降临时，你连往哪走都不知道，只能在无边的恐惧中被黑暗吞噬。现在有很多人家里稍微有点钱，或者儿女留了点洋学问，回到家看到老母亲在烧香拜佛念经祈福，就觉得老人家丢人，甚至在饭桌上冷嘲热讽，说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我告诉你，千万别觉得你比古圣先贤更聪明，你去阻断别人向善的念头，去贬低老祖宗敬畏天地的规矩，这是在折损你全家的福音。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往往在晚年遇到大病，遇到绝境的时候，精神崩溃的比谁都快，因为他的心里没有底座，没有托底的东西。好了，这4句万万不能碰的禁语，妄论因果，大妄语，说示众过错，诽谤三宝，我们已经一句一句讲透了，你们现在看清楚了。这些话一旦脱口而出，撞上宇宙的规律，现世报反弹回来有多痛。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有点发慌，觉得这嘴巴简直就是个惹祸的根苗，那以后是不是干脆变成个哑巴，什么话都别说了？诸位要晓得，老天爷把这张嘴长在我们身上，不是光为了吃饭的，也不是让你天天闭着嘴生闷气的。言语是能量的载体，你能用恶语伤人，毁自己的福报，你就同样能用善语去化解灾难，把你的嘴巴变成招财纳福的聚宝盆。关键在于你在这每天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到底该怎么管住自己起心动念的那一刻。接下来咱们再来佛门里守住口业的4个实操法子，只要你照着练，你的晚年绝对是一番顺遂的景象。这第一个法子叫做晨起定调，用3句善语培植欢喜缘。什么意思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早上你刚睁开眼，脑子里还比较清净，这个时候的磁场是一天当中最好的。佛法讲缘起，你一天遇到的是顺缘还是逆缘，往往取决于你早上发出的第一个念头。很多老年人有个坏习惯，早上刚爬起来，张嘴就是抱怨，哎呀，我这浑身疼，这日子没法过了，或者开口就数落家人。你这一开口，就把一整天焦躁怨恨的磁场给定下了，这一天能顺当吗？回去以后咱们改一改，每天早上起床，坐在床沿上，先花1分钟静静心，在心里默默给自己发个愿，我今天绝不说伤人的话，绝不碰那4句禁语，然后在白天主动找机会说出3句真正的善语。哪3句呢？早上给家人一句温柔的鼓励，比如对老伴说一句，你今天气色真好，辛苦你做早饭了。白天出门对帮你开门的邻居快递小哥说一句由衷的感恩。到了晚上，如果在手机上看到哪个老友或者晚辈遇到了坎坷，送上一句真诚的安慰。诸位要记住一个边界，善语绝不是让你去虚伪的讨好别人，更不是心里憋着火，嘴上却阴阳怪气的夸人，那样业力更重。你必须是由内而发地去随喜别人的好处。如果你今天确实心情极差，哪怕你闭嘴不说，也千万不要在清晨把恶念的种子撒出去。第2个法子专门用来对付咱们心里那股子傲慢和虚荣，叫做欲静停3秒。
斩断业风。咱们仔细想想，生活中那些让你后悔莫及的狠话，得罪人的大话，都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全都是在那一瞬间你心里的火气上来了，或者虚荣心膨胀了，话赶话，顺嘴就吐露出去了。佛门里把这叫做凡夫的习气。当你坐在饭局上，听到别人在吹嘘，你心里那个我慢就跳出来了，觉得我不能比他差，刚想开口编造个大妄语。或者你在小区里听到几个老太婆在议论某个做善事的人，你忍不住也想去挑剔两句，在这个话马上要冲出喉咙的最关键时刻，你必须强迫自己把嘴巴死死闭上，停顿3秒钟。别小看这3秒钟，在佛法里这就叫止观。你用这3秒钟的时间，在心里快速问自己3个问题：我要说的这句话是不是触碰了那4句禁语？这句话扔出去，会不会像刀子一样伤到别人的尊严？我开口的本意到底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显摆我自己？只要这3个问题里有一个答案是负面的，你立刻把这句话咽回肚子里。很多人怕停这3秒会憋出内伤，觉得不吐不快。我跟你讲，这不是让你生闷气，而是让你争取时间，让你的理智和智慧盖过你那粗糙的习气。你把那句刻薄的话咽下去，看似憋屈了一瞬间，实际上你是在因果的悬崖边上猛地踩住了一脚刹车，保住了全家人的平安。那么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话是憋住了，可心里还是不舒服，这该怎么办？这就引出了第3个法子，逆境转念，把评判换成敬畏。在咱们的生活里，总会看到一些人倒霉，或者儿女做了一些违背你意愿的选择。咱们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去评判，去妄论因果，心里暗想他这就是遭报应了，或者你不听我的，迟早要吃大亏。这种评判其实就是佛法里说的无明，是用无知当真理。咱们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当你看到别人家出事，或者看到行善的人犯了错，你马上要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世间的因缘太复杂了，牵扯到3世的因果，我这个肉眼凡胎根本看不透。你把那句想要说出口的活该，在心里默默地转化成一份对宇宙规律的敬畏，转化成对他人苦难的一丝悲悯。哪怕你帮不上忙，你只要在心里保持尊重，不去嘲笑，这就叫破除了无明。这里有个误区要提醒大家，转念不是让你当一个没有是非观念的老好人，去和稀泥看到别人做坏事，你当然知道那是错的，但你不需要用言语去踩他一脚，去彰显你的高明。你守住你自己的清净心，不去沾染他那个混乱的磁场，这就是对自己晚年风水最好的保护。到了晚上一天的日子过完了，这最后一步绝不能省。第4个法子叫做睡前清空，主动断绝负能量的共业。有很多老年人白天在外面混在那些爱抱怨、爱嚼舌根的人堆里，听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和是非对错，白天在外面混在那些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翻江倒海，越想越气。这在佛法里叫做被共业给缠住了，别人造的口业，因为你的参与和倾听，把那个脏水也泼到了你的命盘里。怎么断绝这种共业呢？首先在生活里你得拿出点智慧和决断，主动远离那些习惯于议论是非、满腹牢骚、动不动就诋毁三宝的人。因为言语的磁场是极其容易传染的，远离他们，本质上就是在给你的
生命做隔离。其次，每天晚上临睡前躺在床上，花10分钟时间给自己一天的言语做个清空复盘。你在黑暗中闭上眼睛，静静回想一下今天说过的所有话。如果发现自己今天没忍住，因为一时的嗔恨对家人说了恶语，或者因为虚荣对外人说了妄语，你千万不要带着这种怨气入睡，你要在心里升起一份真诚的忏悔，在心里默默地给那个被你伤害过的人道个歉，并且为他祈福，祝愿他平安。大家记清楚，这种复盘绝对不是让你去搞自我折磨，不是让你陷入哎呀我怎么这么糟糕的精神内耗里。佛门的忏悔是认清错误之后立刻翻篇，你通过心里的道歉，把白天业力在你意识深处留下的脏东西给洗干净了，让你的磁场重新回归宁静，带着这样清净柔软的心念入睡，你的睡眠必定安稳，你明天的福缘必定深厚。这4个日常的法子晨起定调，欲静停3秒，逆境转念，睡前清空。不需要你花1分钱，也不需要你摆什么道场，它就藏在你每天的起心动念里。只要你把这4个法子融进骨血里，守住你的嘴，你就真正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好啦，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转头可能就忘了，所以我在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第一，各位要记住一个道理，开口就是因果，现世报是磁场的反弹。回去以后听到别人家遭遇不幸，千万别去评判和定论，要把那句想说出口的活该换成对天地因果的敬畏，这就叫破除无明。第二，各位要记住一个道理，挑剔行善的人和到处吹嘘自己是最折损晚年福气的。回去以后碰到想发火、想八卦，或者想在亲戚面前显摆的时候，强迫自己闭上嘴停3秒，把那些伤人的话咽下去，这就叫断除我慢。第三，各位要记住一个道理，善恶的语言全都是能互相传染的。共业磁场回去以后，少混在爱抱怨、爱嚼舌根的人堆里，每天早起给家里人说一句柔软感恩的话，这就叫培植家里的福缘。这3条你们要是真能做到，晚年的风水绝对差不了。如果你觉得老头子今天讲的这些话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请动动手指支持一下善念的流通，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大家要知道，你每一次把这些善知识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其实就是在给他们提个醒，拉他们一把。这不仅是在传递善意，更是真真切切的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福德。最后啊，我希望每一位耐心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口出善言，福佑全家，也可以写下不论人过，家宅安宁。大家千万别觉得这只是随手打几个字，你敲下这些字的这一刻，就是在那一瞬间给自己的命盘里种下了一颗极其清净的善种子。当咱们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拢来的时候，那形成的一股庞大的正向的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留下的一句善言，你在心里发出的这一份慈悲温暖的磁场，它最终一定会绕过千山万水，真真切切地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所有家人的身上，护佑你们全家在往后的日子里平平安安、踏踏实实。